近日，美国国家利益发布了一篇关于潜艇的文章，很有意思，是从一张图片引发出来的思考。这张图片上有一艘巨大的军舰，在这艘军舰的旁边，一艘潜艇露出了一角。美媒表示，这是一艘潜水艇刚刚杀死了这艘航空母舰。那么，潜艇究竟是如何捕获航母的呢？潜艇作为潜伏在深海的利器，在水里行动几乎无声。目前中国的最先进的潜艇095A 型就采用了中国目前最高技术，在静音性能上更是直逼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据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095A 型核潜艇在深海行驶中，比海洋自然而然产生的噪音还要更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可以直接号称安静级的潜艇，一般的声呐雷达根本无法发现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航母想要发现它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不如美媒就直接讲了，隐身和全副武装的潜艇是迄今为止进行全面战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是击沉航母最有效和明显的力量。举个例子，这是张拍摄于2013年英美之间一次反潜演习的照片。当时作为第三方并没有参与到演习中的加拿大，偷偷潜伏到了英埃航母的边上，使用潜望镜拍下了这张照片，用来向世界证明潜艇是有杀死航母的潜力的。还有前段时间，美媒翻出2014年和法国的一次演习，其中法国派出了自己的萨菲尔核潜艇，就击沉了美国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这一个个例子都向公众展示了潜艇在面对航母时的强大战斗力。当然，有人会表示，航母出动从来都不会出现只有单独一艘在海上游走的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没有什么保护网络是密不透风的。在1974年，苏联曾经派出过潜艇跟随了美国海军一段路程。苏联的指挥官表示，他们足足跟随了美军整整3天，而美军并没有发现他们。当时苏联人还拍摄了一张模糊的照片，也是通过苏联潜望镜拍摄的。还有在1984年，一艘苏联的威克特级潜艇和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演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据美媒讲述，当时美军知道和苏联的潜艇相撞，才发现了苏联潜艇的踪迹。而随着现在潜艇和航母的技术推进，潜艇上可以发射的导弹射程也越来越远，像是中国的巨浪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据悉光是射程就有大约8000至13000公里，可以携带多枚弹头。这样的情况下，潜艇只需要发现对方航母，就可以在任意地点攻击需要针对的目标航母。所以基本上，美军占据全球航母总数半壁江山的航母，在对上中国潜艇时，最后会怎么样，那就不一定了。当然，美国自己也是有一些相当厉害的潜艇的，比如海狼级之类的。那么航母真的毫无防守之力吗？并不是的。现代战争主要拼的是电子信息技术，谁先发现谁，谁就可以占得先机。而在探测潜艇上，中国更是有着越来越多的技术，比如磁场探测和量子雷达，这些技术在探测潜艇上都有着一手绝活。今天就不详细讲解了，想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最后，在现代战争中，你不能说任何一种武器装备是没用的，同样你也不能说它是绝对强大的。一切在优秀的技术面前，再厉害的猫都有可能变成老鼠。在12月25号，俄罗斯媒体航空新闻援引了一篇叙利亚国家新闻社 SANA 的报道。该报道指出，在当天深夜，以色列再次出动战机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实施轰炸，而在袭击中，以色列罕见的无功而返，所有飞向叙利亚西北部地区麦斯亚夫的导弹均被俄制防空系统拦截。但是，该媒体却认为，均被拦截的真实性可能需要进一步考量。从该媒体公布的卫星图片来看，以色列可能发射了18枚导弹，其中有多数被拦截，有6枚导弹命中了叙利亚的设施，这与叙利亚媒体的说法截然相反，这就有些奇怪了。另外，按照叙利亚媒体的说法，这是叙利亚首次使用 S-300系统击败了以色列的目标。不过，报道中却十分隐晦的没有明说所谓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一颇为隐晦的说法，也让外界对此事颇有猜测。有观察人士怀疑，以色列此次轰炸的目标地区存在一个叙利亚的导弹制造工厂，因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叙利亚用 S-300导弹系统击落了以色列的战机。但是鉴于叙利亚国防力量的弱小，担心由此可能刺激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报复，才用词隐晦。实际上，在以色列的近段时间以来，频繁对叙利亚展开轰炸。尽管对外的说法是打击伊朗驻叙利亚的武装力量，但是却也真真实实的对叙利亚的基建、房屋、军事单位、人员造成了更多伤害。而且，关于伊朗驻军这件事情本身也被叙利亚官方否认。混乱的局面更是进一步滋结了即将被掐灭的叙境内各方代理人，打击了叙利亚国内统一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年年初以来，这已经是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第39次夜间空袭轰炸了。按照此前
前以色列军方的统计报告显示，以色列平均每10天就对叙利亚境内展开一次攻击。而讽刺的是，以前以色列曾经与俄罗斯进行过密切接触，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外界也没有得知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从目前来看，以色列不仅没有放弃对叙利亚的攻击，甚至更进一步加剧了以色列的攻击欲望。此事到底是协议内容有问题，还是以色列根本就是无视俄罗斯，没有履行协议内容，也让外界舆论讨论不断。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俄罗斯方面提供了不少防空设备给叙利亚，但是以色列经常用自己的军用战机伪造成民用航空的信号，这让叙利亚的防空力量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很多时候，面对雷达预警都显得十分犹豫，担心自己击落了民用飞机。但很显然，以色列就是想要用这种伪装信号，让叙利亚和伊朗误击民航，来使用国际舆论压力压迫叙利亚和伊朗。近日，俄罗斯的论坛上出现了针对美国这个观点的文章，开篇就直面讽刺之意。说好的，咱们先不需要关注这个标题，因为在美国这样的事情十分常见，而这大约就和栅栏上的铭文一样。不得不说，俄罗斯人嘲讽起人来还是十分有趣的。当然，话说回来，根据这个辩题，美国的航母能否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冲突中生存下来呢？俄罗斯人的回答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美国才有一点生存的可能。众所周知，美国航母力量可以说是十分强大的，在全球所有航母总数中，美国一家就独占了1/2。像是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一样，光是舰载机就足足拥有60架，其中48架舰载战斗机分别是 F-35和 FA-18超级大黄蜂各占一半。而且目前世界上所有核动力航母中，除了法国的那一艘小航母，其他全部都来自美国。这样的情况下，谁又能说美国的航母不够强大？当然，航母虽然强大，但却不是没有天敌的。而且随着如今时代科技的进步，航母的天敌也会越来越多。所以美国的航母如果想要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冲突中生存下来，就必须远离这些天敌。而关于航母天敌这一点，俄罗斯人就很好地给出了答案：导弹和水下技术。这就很好理解了，水下的潜艇和岸上的弹道导弹。而目前航母的作战能力大多数都是依赖舰载机的战斗力的。如果舰载机是700公里，比如 FA-18，亦或者距离更远的 F-35，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很大作用。像是中国的东风21D 导弹，就可以轻易的在很远的距离摧毁美国的航母。俄罗斯人是这么说的：作为世界上第一枚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1D 的飞行范围大约有1800公里。这是一个很容易就能拦截到航空母舰的距离，完全可以在飞行员开始对引擎加热开始时，就使用无核弹头将其炸成碎片。除此之外，凭借东风21D 的精准性完成的定位悉听和控制系统，它还可以轻松地调整飞行路线。这样一来，美国的航母就可以安然入睡，因为反抗同样无法起到很好的作用，毫无意义。另外，东风21D 的飞行速度非常快，而且还是一个高度移动的复合体，所以它很难被找到和销毁。当然，美国最近才出现 SM-3，也许有希望。俄罗斯的人表示，感谢上帝， SM-3的出现虽然不是万能药，但是起码让美国航母出现了一点生存的希望。海上战争中有2种强大的武器，一个是明明白白展示在众人眼前的巨无霸航空母舰，一个是默默潜伏在水中的幽灵潜艇。而潜艇是航母的有力威胁，所以如何保护我方潜母，找出潜藏在水中的幽灵，就是各国的首要研究目标之一。而最近巴西媒体却发布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其中明明白白地暗讽了一通美国，直接称美国或许将会失去可以追踪中国和俄罗斯潜艇的重要武器，背后原因竟然令人十分意外。这篇文章主要是从2个方面来讲述美国是如何失去这样重要武器的。一个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潜艇逐渐强大，越来越安静，这使探测难度也越来越大。第二个是工业挑战，其中有独立而优秀的生产线、资金投入和使用，以及技术的更新换代。声纳浮标作为目前探测潜艇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比传统磁异常探测潜艇辐射程度广，一般都是由反潜飞机携带抛洒在水面上，用脉冲波或者潜艇噪音的方式来判断潜艇的具体位置。所以对于保护被潜艇狩猎的航母，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武器。那为什么说美国即将失去追踪中国和俄罗斯潜艇的重要武器呢？
这就要说到美国的声纳浮标来源了。目前为美国提供声纳浮标的是一家英美合资的企业 Aeropsol， 而这家公司将会在2024年解散，也就是说，美国到2024年就没有能为他们提供声纳浮标的生产线了。最搞笑的是什么？会出现这个难题的原因，完全可以说是美国自己作出来的。在2017年时，英国的 Ultra-Innotronics 想要收购 Aeropsol， 这在英国人看来是一种共赢的状态，但是美国人不同意，于是美国司法部门直接出手搅黄了这份价值2.3亿美元的交易。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Aeropsol 这家英美合资的企业计划在2024年解散，美国将失去探测中国和俄罗斯潜艇的重要武器来源。当然，美国目前也在寻找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中继续为他们提供声纳浮标的公司，但是很显然，暂时还没有办法有一家完整的公司可以为他们提供服役，因为另外2家合作伙伴伊利诺伊州圣母堡的和英国的 Ultra-Innotronics 虽然都可以提供声纳浮标，但是不仅产量不高，技术还无法独立。像是目前美国使用的5种声纳浮标中，4种都是 Aeropsol 为美国提供，各方合作才能完成美国每年都在增加的需求。在这样大型合作方式被打破后，想像从前一样为美国提供稳定的长期供应是一件很难的事。从资金上来说，虽然美国国防生产法允许国防部向基本工业需求的生产者提供资金，但是这笔钱并不算很多，无法让美国国内的生产商在维持自身的情况下，还可以稳定的为美国提供优质而数量多的声纳浮标。